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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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比章鱼喷出来的沫都黑呀！别转向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主公小米。终于等到这个业主了。3年前给他家装的灯，他还存了我的手机号。今天过来给他装一个净水器。业主说花了好几千买了一个华为的净水器。这个净水器之前我们也装过，英文字母我也不认识，大家看看是不是华为的。不过这个包装还是比较精美。3通一个电源适配器，一个盒子里面装一个啊，这个是连接的水管和这个鹤颈龙头。高级的水龙头全部都连接的是信号数据线。卡赫智能净水器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角要登场了。这台机器的3个滤芯，3级过滤。这个机器特别的高大上，符合现代的互联网生态产品。要有仪式感。1号。安装滤芯呢，按照上面标的箭头指示，送时针拧紧就可以了。对号入座，1、2、3。这个3号比较大，最粗的一个就是3号。这个机器可以联网，可以下载软件，用手机来操控。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厨房的橱柜空间。哎，这个机器放在这里是刚刚好呀。业主回来的时候手里还提了一桶矿泉水，他说家里面这个水啊就不能喝了，他老感觉这个水里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，现在不装这个净水器都不敢喝这个水。整个地球70%都是水，难道就没有我们能喝的水了吗？让我们赖以生存的水资源现在就成了谈水色变，必须得经过这个装置来过滤一下才可以饮用。这个龙头上的这根数据线呢是和主机连接的，上面有一个灯，开水的时候会有一个绿色的灯。如果滤芯到期的话，这个灯会变成红色提示该换滤芯了，这个有点高级。同时主机上面的指示灯也会亮，1、2、3号指示灯对应的每一个滤芯。提前我们把这个皮衣管和3筒连接好，一会儿在里边再装的话就不太好装了。把客户家的水龙头、冷水进水管拆掉，把这个3通呢就装在主管上。插管之前呢，我们把主机上面这几个皮塞子拔掉。插这个数据线这个插头的时候，我们要看一下它这里面有一个键槽，这个和主机上面这个接口处呢相对应，一个凹槽一个凸槽对应好，我们插进去就可以。还有一个螺母可以锁紧，上面显示智能龙头。皮衣管呢留合适的长度，多余的给它就裁掉了。使劲的插到那个接口里面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卡扣，这个卡扣一定要上好，防止它脱落。然后对应的每一个接口都是有标志的，上面写的净水、浓缩水和净水电源。这个做的比较简单，然后一共就3根管。防止搞错，浓缩水还用了一个黄颜色的管。这个是净化水，净化水这个直接和水龙头连接就可以，记得上好这个卡扣。现在这个机器装好，这个还不算完，各大厂家现在都考核这个管路、线路走出来是否美观，该绑的绑，该扎的扎，尽量捋顺一点，看上去漂亮一点。因为你扎好之后呢，要拍照上传的。开机上水，看这个浓缩水排出来的水量就这么多。
这就是我们视频刚开始的那一幕，清洗滤芯的时候，看这些碳沫全部都冲出来，好黑呀！刚接好的机器呢，要多放一会儿这个水，把这个碳沫全部都冲出来。业主看到有这么多的水要流掉的话，他特意拿了一个桶，说把这个桶就放在下边吧，接了这个桶用来冲马桶、洗脸或者洗菜、洗碗用。业主这个想法非常的好，这绝对是过日子的人啊！这个水能不浪费就不浪费，非常好的想法。现在我们这么来看的话，大家就直观了，这个喝的水和排掉的水就是1比1。这个废水要接到桶里的话，也有一个弊端，要经常观察水桶，万一加满了你都不知道的话，那就流到柜子里了。客户思索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插到了排水管。防止浓缩水脱落，然后把这个管呢都和其他的管子绑在一起。这个水如果回收利用的话，1年估计也得有几吨。这个主机的盖板，这个盖板好像有磁铁一样的东西，放到这个位置会直接就吸上去，设计的非常棒。最关键的一步，人家可以联网，下载一个 APP 软件，可以实时监测。如果滤芯到期的话，这里会有提示，而且还可以在上面买它的滤芯。这就是智能净水器的强大之处。业主说他家这个热水壶呢也是可以联网的，关键是买了好长时间了，不知道怎么弄，顺便给他连个网。2个机器可以用同一个软件，连好网以后，这里面数据有很多，各种各样的功能。烧水的时候还可以监测它的温度。水已经烧开了，现在显示95、96度，而且还可以设置好温度。比如说我们半夜起来想喝一口水，可以把它的温度控制好，它会自动保温。这边还放了一个烤肉的锅，我以为这个也是联网的，要连给它一起都连上。活干完临走，大姐打开冰箱要给我拿烟，最后呢还是被我给谢绝了。在视频里面还是尽量少抽吧。